看向桌子上的点心，女人强迫将食物放进嘴里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她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白天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死在家中，长歌发誓定要替父母报仇。这时房门被打开了，原来小男孩也是来偷一些食物，不料外面听闻到了动静，幸好被长歌急忙拉入一旁。男人见周围无人后，以为自己听错，男孩无以为报，若是恩人无处可去，他提供一处位置让长歌歇息。男孩见对方功夫厉害，于是顺口提出他们去偷东宫娘娘的陪葬品。长歌一听，顿时有些焦急，因为那个东宫娘娘正是他的母亲。第二天，长歌借助送点心的名义来到荣恩寺，可看护东宫娘娘的侍卫有些谨慎，于是示意让长歌先尝一个。他拿起点心后，故意将要滑到一旁，在二人注视下吃了起来。不多久，他看到自己的母亲被一块华丽的棺材包裹。在这里祝愿各位读者见官发财。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扔在这荒郊野外，并且还不许与父亲合葬，长歌痛心疾首。之前母亲多次劝告说，让女儿此生开开心心，不许有恨意。难道很早之前就已经知晓这个结果？可面对父母之仇，他的爷爷在宫内装聋作哑，长歌又岂能没有恨意？于是他在跪母亲灵前，长歌折断了筷子。在此他再次立誓，无论前面的路是如何的凶险，他定当手刃杀害自己一家的凶手。不多久，杜如晦认为这并非是普通的投毒案，浩都从地上捡起点心，给他衣服查看。杜如晦猜测此人定与东宫有些联系。画面一转，通过点心，他们查到是从品香斋所处。这时房玄龄也出现，据听说品香斋的糕点长安闻名已久，而今晚他家的夫人吵着要吃，所以便过来瞧瞧。可话刚一说完，品香阁的屋子起了火。杜如晦再傻都清楚，房玄龄是有意包庇他，又岂能承认是他所做？于是一个溜烟的功夫便撤了。然而小男孩带长歌的住所正是这间铺子的后院，着急之下二人爬向墙上，随后借助梯子这才躲去危险，直到跑出包围圈。阿斗不懂屋子为何突然着火，还有那个梯子是从何而来。长歌猜测应是有人故意将他的踪迹抹除，阿斗还以为是对方在帮助他的师傅，可长歌却并不这样认为。当下他母亲在荣恩寺尸骨未寒，无论是谁他都不可能领情。至此阿斗这才知晓他的师傅身份。第二天李乐烟清楚房玄龄疼爱李长歌，所以今日他想要个实话，他的长歌姐姐到底怎么样了？房玄龄却说不用担心，因为李长歌到此还未被抓到。原来房玄龄正是李长歌的老师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他在保护。至于未来的路，只能靠这个徒弟自己走了。然而另一边，杜如晦本想邀请魏征共助李世民，可耿直的魏征不愿为李世民所用，所以故意装病不见杜如晦。这时杜如晦问魏淑玉家中可有兄弟姐妹，魏淑玉只好将家中三弟一妹说出。当下魏辉如何执拗不愿替太子分忧，那么未来魏辉家中儿女就说不准了。魏淑玉自然听出其中意思。与此同时，长歌本想去找魏淑玉帮忙，可见门口见到了李世民的府兵。这时魏淑玉出门说她自会相劝，父亲杜如晦掏出一枚鱼符，说是此物可出入皇宫内院，并且随时与太子相见。长歌见状只好离开，哪怕是自小到大的人也不能相信。这时魏淑玉好似看到了李长歌在街上，他听见街名，读着告示，说是他父亲以及三叔谋权一事，太子请求皇帝下旨大赦，但凡只要主动归附，一概不究。正在长歌握紧拳头的时候，魏淑玉将他拉到街角一旁。见到对方后，李长歌认为魏淑玉投靠县太子，魏淑玉解释情势所逼，并且提出让李长歌出面认罪，毕竟皇帝大赦天下。说完，长歌准备离开，还故意摔倒，其目的是想拿到那枚鱼符。当魏淑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鱼符早已不在。当夜他乔装打扮进入东宫，原因无他，李长歌准备刺杀他的二叔。